还有谁要挑战我？太凶残了！我要重视，救命啊！小蛮，不可胡闹！师傅，小蛮，一个女子成什么样子？整日打打杀杀，闹得我这玄天阁整日鸡犬不宁。这是你生母之前给你定下的一桩婚事，如今也到了该兑现的时候了。今日你就下山去找你未来的夫君吧。成婚？和镇南侯府世子萧景川的婚书？没错，镇南侯府世代镇守南疆，手握3万玄甲铁骑，连朝廷都要忌惮3分。那世子也是骁勇善战，只不过……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去。既然是我母亲替我定下的婚约，这家人估计知道我亲生父母的下落。现在就下山。萧景川，你竟敢打着侯府的名号，在外面欠下这么多赌债！爹，这上面的字迹根本不是我的，是有人模仿我的字迹。哼，你堂堂侯府世子，谁敢模仿你的字迹？我萧家怎么教出你这样忤逆混账的儿子？我从小与二弟一起读书，二弟最是熟悉我的字迹，爹怎么不问问二弟，是不是他在外面打着我的名号到处欠债？放屁！你二弟向来性情恭顺，怎么可能干出这种混账事儿？侯爷，景川年纪还小，景川，快跟你爹认个错，别让你爹再生气了。我没错，不用你管。你从小性情顽劣，你母亲为了你操碎了心，你还敢说出这种混账的话？他是为了我操心，还是为了他亲生儿子操心？住嘴！你今天就给我在这跪着，什么时候认识到错了，什么时候再起来。要是不愿意认错，那就跪到死。你们父子闹吧，闹得越大越好，闹到最后，我儿子程良就是这侯府的继承人。给我开门！我看谁还敢拦我！放肆！谁在侯府门口闹事？你是谁？她就是侯府的当家主母。我是来和你家儿子萧景川成婚的。成婚？这萧家好歹也是名门侯府，怎么和这样一个乡野女子有婚约？就是，萧家竟然也看得上这样的野丫头，多少京城千金排着队等着进门呐！姑娘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们都不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，怎么会和你有婚约呢？我苏小魔，玄天阁第一女弟子。玄天阁？哎呦，这个什么东西，听都没听过，该不会是什么丐帮分舵吧？第一女弟子，该不会是什么第一女叫花子吧？你们都给我闭嘴！这姑娘好强悍的战斗力。这婚书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我就是你们萧家未来的儿媳妇，你们认不认？不认。认。景川，温娘是担心你若是娶了这样一个女子，京城那些高门贵女以后谁还敢再与我们侯府结亲呢？你是担心我，还是担心你的亲儿子以后娶不了贵女？景川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？这些年我为了你的事忙前忙后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这侯府世子真是不知好歹，柳夫人处处替他着想，他还不领情。我听说柳氏进门这些年，对萧景川比亲儿子还亲。柳氏这个后妈当的真是没话说，可惜萧世子不领情，好心当成驴肝肺哦。原来是后娘啊！这是你亲娘给你定下的婚事，你认不认？这是母亲的字迹，既然是母亲给我定下的婚事，我认。那就行，走吧。这个野丫头要是进了侯府，那别人会怎么看我们侯府？我儿子程良以后还怎么娶妻？等等，你还想干什么？景川，你爹刚还因为你见钱赌债生气，你如今又要娶一个来路不明的丫头了。这是我母亲为我定下的婚事，就算爹知道，也不会说什么。景川，我早早与英国公夫人商议好了，要将她的女儿许配给你，你这样让我怎么和英国公夫人交代啊？那是你的事，跟我无关，让开。景川，不管是哪个侯府娶妻，向来都是讲究门当户对的。你母亲出身商贾，许是不懂其中的缘由。我母亲懂与不懂，轮不到你来评说。我也是为你好，你怎能这般与我说话？我知道沈姐姐是好的，可沈姐姐毕竟出生在商贾之家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母亲也是你能说的。景川，我都是为了你好，你又何必恼我呢？你若是觉得打我解气，那便打吧。我知道后母不好当。
打你这种老绿茶还真是解气。你打，没错，我打了他，这不是他要求的吗？本姑娘就满足他的要求。你竟敢打我！打的就是你。我不过是心疼景川，你就要打我，我做什么都不对。这侯府主母，我不当也罢。这侯府，我看也没有我的位置了。那你走吧。萧景川，给你后母收拾东西，送她回娘家。我嫁进萧家10几年，服侍一家老小，如今却要被一个还没进门的媳妇赶出家门，真是没有天理！乡野出身的丫头就是野蛮，还没进门就敢这样欺负当家主母。要是进了门，那还了得！侯府要是娶这样一个丫头，那可真是家门不幸啊！本姑娘平生最看不惯的就是你这种老绿茶，自己说走，现在又不走，一口一个为了萧景川好，干的全是放狗屁的事儿。你简直粗俗！我粗俗？你想干什么？我的后婆婆柳氏一口一个为了景川好，却明里暗里贬低景川的亲生母亲，怎么？这就是世家大族的风范？我没有，你还没有？你一口一个商贾女，一口一个三教九流，怎么着？商贾之家低人一等啊？你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哪样不是我亲婆婆赚来的？你什么你？沈夫人是商贾之女，怎么了？人家嫁进侯府，生下世子，定下婚约，人没了这么多年，你还在这儿编排她，你良心让狗吃了？听说当年是沈氏带着巨额的嫁妆嫁进侯府的，这才补上侯府当年的亏空。就是，要是没沈氏当年为侯府奠下的基业，他一个继室还敢在这儿耀武扬威？柳氏如今吃人家的，喝人家的，还敢嫌弃沈氏是商贾之女？呸！不，我没有，我这么做是为了景川好。差不多，行了，还演？我可不陪你了，小川，走，回家。好。夫人，快去叫侯爷！大家快来看啊！侯府主母被未来儿媳妇气昏了。该不会是心绪庄允吧？夫人，不好了，夫人出事了！别不会是真晕了吧？各位街坊都看到了，就是这野丫头动手打我家夫人的。夫人身子骨弱，哪经得起这么打？现在夫人晕倒了，还想走？哼，想讹我？面色红润，眼皮还在微微颤抖，这一看就是在装晕。别装了，别装了。小蛮，装的，你看不出来啊？拦我干什么？姑娘，你就行行好，放过我们夫人吧。她为侯府操劳了半辈子，怎么受得了这样的欺辱？你还真不愧是柳氏的丫鬟，这绿茶起来都一个味儿。你看看她那张脸，像是生病的人吗？既然你不愿意醒，那我就来帮帮你。绿茶醒神掌！住手！侯爷，您可算来了，您要给我做主啊！青天白日，你们又在闹什么？醒的倒是挺快啊。侯爷，我不过是心疼景川，劝他说娶妻要娶个知书达理的女子。侯爷，你可要替我们夫人做主啊！夫人她一心为世子着想，不过多说了几句提子话，世子爷就纵着这姑娘打我们夫人。嘿，我这暴脾气，今天不好好收拾收拾你们这两个绿茶，我就不姓苏！站住！你是何人？你就是镇南侯府的侯爷，我叫苏小蛮，拿着婚书来成亲的。成亲？婚书是沈夫人定的，白纸黑字，做不了假。沈念清。侯爷，沈氏都去世多少年了，谁知道这婚书是真是假？我是担心景川娶一个骗子啊。婚书在哪儿？
您自己看。这丫头还没进门就敢在侯府门口闹事，他日若是进了侯府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来人，把这个来历不明的丫头给我押进大狱！你们干什么？凭什么把我送进大狱？这婚书本侯从未见过。来人，抓住这个骗子！大家都看见了，我孤身一人，千里迢迢从玄天阁赶来投亲，未来公公不问青红皂白，要把我关进大狱。镇南侯府欺孤女，毁婚约，天理何在？这侯府怎么回事？一副嫌贫爱富的作态，还欺负人家小姑娘。听说是拿着沈氏的婚纸上门的，现在沈氏不在了，看来是不想履行婚约了。你休要胡搅蛮缠！今日你在府门口又吵又闹，满口污言秽语，辱骂长辈，单凭这一条，本侯就能治你的罪。我辱骂长辈？侯爷，他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时候，您怎么不治他的罪？合着这侯府的规矩就是谁哭得响谁有理？放肆！本侯面前也敢这般无礼！一个来历不明的丫头，口口声声辱骂当家主母，如今还敢叫起本侯来了！来人，给我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野丫头拖出去！各位父老乡亲都看好了，镇南侯爷今日若是把我送进大狱，明日我就敲灯文鼓告御状。我倒要问问当今圣上，侯府毁约欺辱孤女，该当何罪？这侯府也太欺负人了。就是，人家姑娘拿着婚霜来成亲的，凭什么关人家？我从小没爹没娘，好不容易知道有门婚事，我欢欢喜喜来成亲，想着从此有家了。结果我婆婆骂我是骗子，拿钱打发我走，公公现在还要把我关进大牢。我告诉你，这桩婚事本侯不认。景川明日就要启程去边疆，你嫁进来也是守活寡，趁早死了这条心。明日，男子汉大丈夫就该上战场保家卫国。你整日招猫得狗，不学无术，像什么样子？所以您早就要把我送走了，怪不得您今日这般生气，原来早就打定主意让我去边疆战场送死。说什么？景川，男儿志在四方，去边疆历练历练，将来要承袭侯府不是？爹，外面风大，您披上吧，别着了凉。合着全家都在给萧景川挖坑呢？什么保家卫国，什么男子汉大丈夫，说白了不就是偏心眼子，想把大儿子打发走，好让小的继承世子的地位吗？不是吧，大哥，你都看透了还不吭声？看来我这相公是个闷葫芦，这不得被人欺负死啊！侯爷，您这话说的可不对。你又要说什么？您说要送萧景川去边疆，我没意见，男儿保家卫国是好事，可您是不是忘了大周律法？什么律法？新婚夫妻可晚3年再去边疆，这是先帝爷定下的规矩，为的就是让人成了家留了后，在为国效力，没有后顾之忧。侯爷，您要是违反律法，该当如何处置？侯爷，您枉居律法，不就是想把大儿子弄到战场上送死，好让您的宝贝二儿子顺顺当当继承爵位吗？你放肆！我放肆？我哪句话说错了？您倒是说说看。萧景川整日不学无术，顶撞长辈，败坏门风，满京城谁不知道我萧承汉养了个混账儿子？你以为我是把他送去吃苦的？我是让他去醒醒脑子的。爹，您就是这么看我的？哼，我怎么看你？满京城的人都这么看你。这些事我从未做过，你还敢顶嘴？这就是你的教养？哼，我看你就是来故意捣乱的。小场面，没事儿，让我来。侯爷，您说了这么多大儿子的不是，那我倒要问问，您的这个二儿子就是什么好货色吗？放肆！程良他知书达理，孝顺体贴，比那个混账东西强上100倍。你一个外人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手画脚？我原以为你是心直口快，说一些不知分寸的话，也就不追究你。可你还没进门，就开始挑拨侯府父子之间的关系，你到底安的什么？挑拨父子关系的人不是我，是你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胡说？从我一进门你就没消停过，话里话外都在说景川是个不成器的东西。你明里夸他，暗里踩他，这不叫挑拨，叫什么？我都是为了景川好。我看撺掇侯爷把景川送上战场的人就是你吧？
毕竟二公子是你的亲儿子，大儿子不在了，这爵位自然就落到你儿子头上了。你血口喷人！我对景川一片真心，苍天可见。侯爷，你要相信我呀！我嫁进侯府这么多年，对景川怎么样，您都看在眼里。够了！柳氏这些年操持侯府教养景川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你一个外人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手画脚？侯爷，您说的对，我这个外人都能看得出来柳氏打的什么双赢，您这个当爹的就真的一点都看不出来吗？还是说，您看出来了，只是装不知道？你，侯爷，你关心过景川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您知道景川喜欢吃什么，不喜欢吃什么吗？他喜欢读什么书，不喜欢读什么书？他平日里是喜欢喝茶还是喝酒？夫人，您不是说自己对景川一片真心吗？那您说说，景川最爱吃什么菜？他最爱穿什么颜色的衣裳？他每天晚上几时睡，早上几时起？这都是些琐碎小事，谁能一一记得住？琐碎小事？您刚才辱落景川5岁打碎东西，10岁逃学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么说的啊。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，您可记得比谁都清楚。说的对啊，后妈记得住继子小时候闯的祸，记不住他爱吃什么。这哪是关心，分明是盯着人家挑错呢。我那是为了管教他。各位乡亲都看见了，这位口口声声关心继子的侯府夫人，给亲儿子穿的是绫罗绸缎，给继子穿的是磨破袖口的旧衣裳。可不是嘛，二公子穿的跟过年似的，世子这衣裳都旧成什么样了？这后妈也太刻薄了，表面一套背后一套，哼，亏她还敢说自己一片真心。这个死丫头，今日这口气我早晚要讨回来。行了，该说的我都说完了，走。多谢你替我出头。自从母亲去世之后，从来没有人这么为我出过气。我们现在可是夫妻，夫妻一体，懂不懂？有人伤害你，就是在伤害我；欺负你，就是欺负我。我苏小蛮别的不行，护短第一名。谁敢动我的人，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你刚才说我是你的人？废话，婚书上都写着呢。你萧景川是我苏小蛮的未婚夫，不是我的人，是谁的人？这丫头嘴上不饶人，心却是热的。傻笑什么呢？我没傻笑。带我去你住的院子，我坐了一路牛车，又跟你们家那帮人吵了半天的架，嗓子都快冒烟了。赶紧带我去歇脚，再弄点吃的。好嘞，这就带你去。这就是你的别院？我住这儿。萧景川，你到底是侯府世子还是侯府下人？这地方比我们清玄宗的柴房也强不了多少啊！姑娘，世子原来的院子那可是侯府最好的院子，结果柳氏说二公子身子弱，世子的院子敞亮宜人，让二公子搬进去养病，侯爷就把世子赶到这破地方来了。他说的是真的。别偏心柳氏和二弟，我说什么都是错的，争来争去也是白费。姑娘您不知道，柳氏这些年没少欺负世子，吃穿用度、月钱份例，哪样不是先紧着二公子？世子的衣裳穿旧了都没人给做新的，二公子的衣裳一季做8套。明天我帮你去把宅子要回来。什么？你的东西凭什么让给别人？算了吧，爹那么偏心，怎么可能要得回来？你打我干嘛？我打的就是你，萧景川，你就是在这个家忍让习惯了，连反抗都不知道反抗了。以后日子还长着呢，总不能事事都靠我吧？我知道。知道有什么用？得改。问题还是得从根上解决，你得自己支棱起来。怎么支棱？那我问你，你那个弟弟，你哪里看出他身子弱了？我看他壮的能吃下10头牛，脸色红润，中气十足，哪像有病的样子？他弱在哪儿？弱在装病装的比你像。还有你那个后妈，口口声声说为你好，可哪件事不是把你往坑里推？给你穿旧衣裳，
把你赶到破院子，在侯爷面前煽风点火，这叫为你好？我知道他不是好人，我只是……你只是觉得不屑与深闺妇人计较。萧景川，你现在和我是同一条船上的人，你要是再这么处处忍，迟早有一天，这对母子能把你算计到赶出侯府。他说的对，忍了这么多年，我什么都没得到，不能再退了。你说的对，我不能再退了，以后我听你的。这还差不多，孺子可教。既然你这么受教，那我就带你实战一波。实战？你那个弟弟不是身子弱吗？那我们帮他历练历练呗。历练？怎么历练？这又打我？你这脑子能不能转得快点儿？如今边疆战事吃紧，朝廷是不是在大量征兵？是。你爹既然都舍得把你送上战场，那我们为什么不能也把你那个体弱兼病的好弟弟送上战场呢？把二弟送去边疆，到时候世人都会说镇南侯府满门忠烈，两个儿子都愿意上战场杀敌报国，既帮你那个弟弟好好历练历练，又能给侯府留个美名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话是这么说，可二弟是爹最心疼的儿子，他怎么可能会答应？我自有办法。不过什么？你得让你手底下的人帮我去查查这个二弟的底细。查什么？手里有把柄，才好办事嘛。这主意好，听到了，去查。是，小的这就去办。不过这些事儿可以慢慢查，眼下最要紧的……什么？把房子要回来啊！你瞧瞧这破地方，墙皮掉渣，门框漏风，我可不打算在这长住。谁在外头敲锣啊？你们干什么？大清早的吵什么吵？干什么？来要房子啊！这院子本来就是世子的，你们赶紧收拾收拾，搬出去。凭什么？我住了这么多年，凭什么让我搬？上，昨晚教你的还记得吧？记得。凭什么？凭我是世子，凭你当初搬进来说的是暂住养病，现在你病也养了这么多年了，该搬出去了。你怎么突然？我怎么突然？我以前不跟你争，是看在年纪小的份上，可你呢，顶着我的名号去醉仙楼喝花酒，跟人打架，让我替你背黑锅，这就是你对兄长的态度？我没有。没有？那要不要找醉仙楼的老鸨来对质？要不要找那天跟你打架的公子来问问？你干过的那些好事，要不要我一件一件给你数出来？不错不错，昨晚没白教，这小子学的还挺快。还有，我忍了你这么多年，不是因为我怕你，是因为我不想跟你们计较。可现在，我不打算忍了。你敢？爹不会答应的。爹答不答应那是后话，现在你给我搬出去。听见了吧？赶紧搬，给你1天时间，天黑之前我要看到这院子空出来。你们欺人太甚！欺人太甚？你占了人家房子这么多年，还好意思说别人欺人太甚？赶紧的，别磨蹭。娘，这一大早的是怎么了？程良，你又惹你兄长生气了？娘，他们让我搬出去。这个萧景川找了个野丫头回来，就得跟我叫板吗？这个死丫头，昨天闹得还不够，今天又来找茬，早晚有一天会让你们两个一起滚出侯府。景川，这院子当初是侯爷让程良搬进来的，说是他身子弱，这儿敞亮，适合养病。当时你也是点了头的，怎么如今又要赶他走呢？是啊，当初世子自己同意的。二公子身子确实不好，搬去哪儿啊？程良这孩子从小体弱多病，3天2头请大夫。我这个做母亲的，只盼着他平平安安的，如今连个住处都保不住了吗？别忘了你是来干什么的，记住我教你的整治绿茶的3大法宝：不接茬，翻旧账，拉清单。对，他演他的，你别接；他提旧事，你翻旧账；他含糊其辞，你拉清单。记住了？记住了。景川，你小时候生病，哪次不是我在床边守着？你功课落下，哪次不是我去求先生通融？如今你娶了苏姑娘，就看不惯弟弟了。明日是不是连我这个做母亲的也容不下了？景川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夫人说完了。不对啊，
这小子往常都被我怼得哑口无言，今天怎么这么淡定从容？夫人说从小把我养大，我8岁那年发高烧，是嬷嬷在床边守着，夫人第2天才来看了我。那是因为我10岁那年功课落下，是我自己去求先生通了，夫人不过是事后在父亲面前提了一嘴罢了。我这些年辛辛苦苦，夫人辛苦在父亲面前说我坏话，辛苦把2弟闯的祸赖赃到我头上，还是辛苦把侯府最好的院子占给一定？你去请侯爷来。夫人，你要请侯爷尽管请，不过在侯爷来之前，来人，进屋搬东西。住手！你们谁敢？夫人，这院子本来就是世子的，世子让你们搬，你们就该搬。请侯爷来也是这个理，您拦着不放，是打算赖着不走？你怎么能？都给我住手！一大清早又在闹什么？侯爷，您可算来了！妾身也不知道做错了什么，景川和这位姑娘一大早就闯进来，又敲锣又打鼓。程良他身子弱，经不起这般惊吓呀！怎么回事？侯爷，萧景川是世子，如今也要娶亲了，住在偏院不合适，我们要搬回正院来住。这院子是程良在住，他身子弱，需要好好养着。你做兄长的就不能让着弟弟？侯爷，程良从小体弱，妾身日夜悬心，只盼着他能有个敞亮的地方好好养着。程良万一病情加重，妾身实在是放心不下呀。笑什么？侯爷，您管这身子骨叫弱？您瞧瞧这位二公子，面色红润，中气十足，膀大腰圆，这要算体弱多病，那满京城的人都是病秧子了。我身子确实不好。哎呦，这病来的可真及时，刚才还中气十足的吵架呢，这会儿就虚上了。夫人，您这儿子可真是您的亲儿子，这演技跟您简直如出一辙，说哭就哭，说病就病，配合的天衣无缝。你说谁演戏？姑娘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我到底怎么得罪你了？我什么意思？我就是夸你们母子俩演技好。不过说到演戏，我前2天倒是听了个始乱终弃故事，不知道各位要不要听听？你有话就直说，别在这弯弯绕绕的。跳，二公子这么爽快，那我可就说了啊。我听说啊，咱们这位二公子最近在青楼可是出了大风头，昨日为了2姐妹跟人大打出手，闹得不可开交。你胡说，我没有。没有？那2姐妹可是哭着喊着要给你做妾呢，说是看你用情至深，把自己全部身家都拿出来赎身了，就为了跟你，哪怕是做妾也心甘情愿。二公子在青楼为了2姐妹打架？难怪昨天听说醉仙楼又闹事了。二光爷还真是个多情的大情种啊，一对姐妹花全收了，这份情谊。你血口喷人，我根本没有。没有？那要不要我把那2姐妹请来对质？听说她们现在还在客栈等着二大爷去接人呢。行了，别看热闹了，该干活了，赶紧搬呐！天黑之前这院子得空出来。程良他竟敢做出这等事情！程良，他说的可是真的？爹，儿子只是见她们姐妹可怜，动了恻隐之心。儿子是清白的。这孩子最是纯良，您还不了解他吗？心善被人骗。二公子，那2姐妹可是把全部身家都拿出来赎身了，就等着给你做妾。您这是心善到让人家以身相许啊！姑娘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程良的事与你何干？你还没进门就这般插手侯府的家事，传出去不怕人笑话吗？夫人这话说的不对，我马上就要和萧景川成亲了，也是这侯府的人，我这是在帮侯府肃清门风，有什么不对？夫人，她说的对，苏姑娘是我的未婚妻，侯府的事她自然管得。够了，程良做出这等丑事还有脸辩解？爹，儿子知错了，儿子再也不敢了。今日之事到此为止，这院子还给景川。程良，你搬到偏院去住，好好反省。侯爷，程良他身子弱，偏院朝够了！事情可不是你想结束就能结束的。侯爷英明，这院子的事解决了。不过，萧二公子，萧二公子，您可让我们姐妹好找啊！说好了来接我们，怎么一去不回呢？就是啊，公子，我们姐妹把全部身家都拿出来赎身了，就等着跟您享福呢。您可不能不要我们呀！
哎呦喂，真是好一出爱情大戏啊！二公子，您这桃花运……我这娘子真是厉害，这一招直接把二弟架在火上烤了。这下房子不仅能要回，父亲还不得重罚他？够了，程良，你做出这等丑事，还嫌丢人不够吗？爹，儿子是被冤枉的，是他们自己贴上来的。公子，您怎么能这么说？那天晚上您可不是这样说的呀。就是啊，您说对我们姐妹一片真心，我们才信了您的。够了，来人，这两人给我押下去，发配凉州，永远不许回京。侯爷饶命啊！我们做错了什么？至于你，给我滚去祠堂跪着，没有我的允许不许起来，好好反省。是，儿子知错了。等等，你又要说什么？侯爷，既然要罚，那就得狠狠的罚，不重罚怎么能长记性呢？你想怎样？依我看，光罚跪祠堂太轻了，不如也把二公子送去边疆历练历练。不行，夫人，侯爷为了历练景川，都能把景川送到边疆。您不是说二公子身子弱吗？不如也把他送到边疆历练历练，到时候说不定二公子不仅身体变好了，还能给侯府挣个荣耀回来呢。你胡说八道！程良他身子弱，怎么能去那种地方？身子弱才要练啊！您不是说景川去边疆是历练吗？怎么轮到二公爷就成了送死？夫人，您这心偏的也太明显了吧！侯爷，程良他身子弱，从小没离开过京城，边疆那种地方他怎么能去啊？侯爷，您就这一个贴心的儿子，您忍心吗？爹，儿子知错了，儿子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您别把我送走啊！边疆那是要死人的地方，儿子去了就回不来了。边疆之事，我自有主张。程良的事，罚秀祠堂便是，不必再提。我就知道你舍不得，不过嘛，这事儿可由不得你了。圣旨到！臣萧承汉接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南侯愿遣二子同赴边疆，朕心甚慰。特赐各赐2斤2锦缎宝甲，望早日启程。钦此。怎么会这样？谁传的消息？到底是谁？谁在外面乱说话？我们侯府什么时候说过要把2个儿子都送战场？我让小厮在外面大肆宣扬，镇南侯府2个儿子都要上战场。这消息传得满城风雨，可不就传到皇上耳朵里了？皇上一听侯爷这么忠心，当然要下旨嘉奖。景川，是不是你在外面乱说话？你弟弟已经够惨了，你还要把他往死路上逼吗？你怎么这么狠的心啊？我知道你看不惯我们母子，可程良是你亲弟弟啊，你就这么恨他，非要他去送死吗？萧景川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爹，萧承良做出那样的事，在外面沾花惹草、栽赃陷害亲兄长，您还是不愿意送他去战场？你这是在逼我！我逼你？那您呢？您把儿子往死路上逼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他也是您亲生的？你从小到大，您眼里只有二弟，他闯祸我背锅，他生病我让院子，他栽赃我您信了，他要害我您当没看见。现在我问您一句，您让我去战场是为国尽忠，还是为了给二弟腾位置？你好啊，这偌大的侯府是容不下你了，我走。侯爷，您不能走啊！程良不能去战场啊，他身子弱，去了就是送死啊！侯爷，娘，我不想死啊，我不想上战场啊！娘，你救救我！我的儿啊，娘对不起你啊！哭吧，哭够了就知道，这世上没有白吃的苦，也没有白占的便宜，占了多少年，迟早都得还。走吧。小蛮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替我做了这么多。谢什么谢？咱们什么关系？夫妻一体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不过，边疆我还是得去。什么？你还去？这不是都把你弟弟也弄去了吗？你去凑什么热闹？不一样，二弟是被逼去的，我是自己要去。你疯了！那是战场，会死人的。你那个弟弟去了是送死，你去了就不是送死了。小蛮，
大丈夫生于天地间，国家有难，岂能退缩？边疆战事吃紧，多少将士在前线浴血厮杀。我是侯府世子，习武多年，若贪生怕死躲在京城，将来有何面目面对那些战死沙场的将士？有何面目面对列祖列宗？这人平时看着窝窝囊囊的，怎么在这种事上这么正？可是他说的好像也没错。你说的对，我拦不住你。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？我此去，不知能不能活着回来。你为我做了这么多，我却连个安稳的日子都给不了你。婚期又要推迟，让你一个人留在侯府面对柳氏。行了行了，多大点事儿，你去就去呗。我苏小蛮的男人本来就不能是缩头乌龟。你去打仗，我在家等你，等你回来了，咱们再成婚。你不怕我回不来？你敢不回来试试？你欠我的婚礼还没办呢。你要是该死在战场上，我让你在地下都不得安生。行了行了，别在这煽情了，赶紧去收拾行李，该带的都带上。到了战场上机灵点，别逞能，别硬拼，打不过就跑，保命要紧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快去请大夫！我不行了。二公子，您撑着点，大夫马上就来。我的儿啊，你怎么突然就病成这样了？昨晚不还好好的吗？娘，我也不知道，就觉得浑身发冷，头晕眼花。昨晚还活蹦乱跳的跟柳氏哭天地，今天就病得起不来了。这病来的可真是时。大夫，您快看看我儿子，他昨晚还好好的，今天就病成这样了。脉象平稳，气息匀畅，并无大碍啊。大夫，我这病怕是得养几个月吧。二公子这病是操劳过度，积劳成疾，需要静养数月，万万不可操劳，更不宜远行啊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大夫，您可一定要好好给他治。程良怎么了？侯爷，程良他操劳过度，大夫说需要静养数月，不能远行啊。边疆的事儿恐怕去不了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那就养着。边疆的事儿让景川去就是了。你那个弟弟装病了。可大夫都说了，需要静养数月。那是因为他塞了银票，我亲眼看见的。大夫把脉的时候说并无大碍，你弟弟立马塞了一张银票过去，大夫才改的口。这个混账，他居然……你就算说出去也没人信。大夫收了钱肯定帮他说话，你爹又偏心他，到时候反倒说咱们诬陷好了。那怎么办？就让他这么装下去？别急，我自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他不是要装病吗？那就让他真病一场。他不是说身子弱吗？那咱们就帮他补，补过头了，可不就真病了？你是说……我让小厮去药铺抓几味药，说是给你补身子的，到时候偷偷加在他的汤里。这药不伤人，就是让他拉几天肚子，脸色发黄，看着像大病了一场。到时候看他还能不能装。这会不会出事？放心，我问过了，就是普通泻喜的药，吃不死人。他既然想养病，咱们就帮他好好养养。成了。不行了，又来了。怎么又拉上了？昨晚不还好好的吗？娘，我肚子疼，浑身没劲。哟，这效果来得挺快，脸色蜡黄，上吐下泻，看着可比昨天像样多了。二公子这是脾胃虚弱，积食不化，需要好好将养，切忌荤香油腻。大夫，他这病严重吗？说重不重，说轻不重，至少得养上10天半月，千万不能再折腾了。这次倒没说谎，本来就是吃坏了肚子，可不就是脾胃虚弱吗？看见没，
这回是真病了。你下手也太狠了。我可没下狠手，是他自己身子虚。再说了，他要是不装病，能有这事儿？装病这招真是妙啊！边疆的鬼地方，谁爱去谁去。萧景川那个傻子，明明娶了老婆就可以不去送死了，没想到还有人上赶着送死。这回我可算安全了。二公子，我给你炖了汤，补补身子。你来干什么？哎呀，二公子这话说的，我是你嫂子，来看看你不是很正常吗？你会这么好心？二公子，你不知道，景川他过2天就要走了。大哥还是要去。是啊，他说大丈夫不能退缩，非去不可，我劝都劝不住。这个傻子，还上赶着去送死，真是蠢到家了。唉，大哥真是忠义之人。可不是嘛。对了，二公子，你知道征兵是本月15日截止吧？景川说要在那之前赶。还好我装病躲过去了，等他走了，这侯府就是我的天下。二公子好好养病，我先走了。嫂子慢走，多谢嫂子来看我。笑得这么开心，等你发现征兵是下个月15，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。你刚才去给二弟送汤，他信了？信了，乐得不行，嘴上装虚弱，心里指不定怎么笑话咱们。他高兴得太早了。可不是嘛。姑娘，门房说有人送了这个来，说是兵部的文书，指明给您的。行了，下去吧。笑什么？谁送来的？兵部的征兵令。征兵令给你的？不是给我的，是给你那个好弟弟的。你看看。下个月15，不是本月15。对啊，你弟弟记错了日子，他一直以为征兵是这个月15截止，所以装病躲着。可实际上还有1个月。等他病养好了，发现征兵还没结束，你猜他什么表情？你什么时候留的这一手？从你说要去边疆那天起，我就让人盯着兵部的动静了。征兵令一下来，我就让人抄了一份。这不，正本还没到侯府呢，我先拿到手了。你连这个都算到了？那当然，你那个弟弟不是想装病吗？我让他装个够。等他把病养好了，以为万事大吉了，兵部的人上门了，到时候看他往哪儿躲。姑娘世子，二公子又出门了。去哪儿了？先去了醉仙楼，喝了半天的酒，跟人划拳输了不给钱，差点打起来。后来又去了赌坊，输了不少。晚上还调戏了路边一个卖花的小姑娘，把人家的花篮都踢翻了。还有呢？都记着呢，哪一天去了哪儿，干了什么，跟谁一起，一样不落。行啊，阿福，干得不错。姑娘吩咐的事儿，小的哪敢马虎。他这哪是养病，分明是出去快活。可不是吗？病好了就开始作妖，等兵部的人上门，这些东西可都是证据。你打算怎么用？你爹那边柳氏肯定在吹枕边风，要给老二谋差事了。你连这个都猜到了？废话，儿子病好了，当娘的能不赶紧安排？可惜啊，他千算万算，算不到征兵令上的日子。娘，爹说给我安排什么差事了没？急什么？你爹说了，这2天就有消息，到时候你在京城站稳了脚跟，看谁还敢小瞧你。那是，等大哥去了边疆，这侯府就是咱们的天下了。爹，程良，爹已经在户部给你谋了一份差事，日后万不可再做出游入侯府的事。二公子，1个月后该启程去边疆了吧？启程？启什么程？兵部的征兵令啊，您不会忘了吧？这不可能，征兵不是早就结束了吗？谁说的？征兵截止是下个月15，
您记错了吧？征兵还没结束行？程良世子刚好怎么能去边疆？那地方是要死人的。夫人别急嘛，可这半个月来，二公子可没闲着。3月初5，二公子在醉仙楼喝花酒，跟人划拳输了不给钱，差点打起来。3月初8，二公子去赌房输了200两银子。3月初10，二公子在街上调戏卖花姑娘，把人家的花篮踢翻了。3月12，够了！夫人，这又是喝酒，又是赌钱，又是调戏良家妇女的，我看他身子骨好得很啊。既然这么好，不去边疆岂不是浪费了？程良，他说的这些事是不是真的？爹，他血口喷人，我没有，那些事都不是我干的。不是您干的，那您的意思是有人顶着您的名号出去花天酒地，就像您当初顶着世子的名号去醉仙楼一样？你把人带上来。您先说说，这位二少爷去醉仙楼赊了多少账？回姑娘的话，二少爷在我们那儿欠了300多两银子，每次都说记在账上，可到现在一个子儿都没给过。你胡说！我什么时候？那您呢？这位公子，二公子跟您打架的事儿，您说说。这日在醉仙楼，这位萧二公子喝醉了酒，非要抢我订那个雅间，我好言相劝，他二话不说就动手，把我打成这样。我没有。小姑娘，你说说他是怎么欺负你的？那日我在街上卖花，这位公子走过来，非要我陪他喝酒，我不肯，他就把我的花篮踢翻了，还动手动脚。要不是有人路过，我程良他还小，不懂事。你给我闭嘴！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，在外面花天酒地，欺男霸女，还装病骗我。萧承汉怎么生出你这么个混账？爹，那也生了，再不敢了，你别让我去边疆了，就是送死啊！送死？你就给我滚出侯府，永远别回来！侯爷，程良他身子弱，去了真的会死的，你就饶他这一回。再替他说话，跟他一起滚！苏小蛮这个野丫头，自从她进了侯府，就没得过一天安生日子。还有萧景川那个窝囊废，以前任我拿捏，如今有了苏小蛮撑腰，居然也敢跟我叫板了。硬碰硬不行，那丫头嘴太厉害了，得从内部下手，先把他们拆散，让他们窝里斗。之前伺候萧景川的那个丫鬟翠儿，被我赶出府的那丫头在外头找了男人，肚子都大了。若是让她回来，说是萧景川的苏小蛮那个暴脾气，还不闹翻天？来人！夫人，什么事？去，把翠儿给我找回来，连夜去找，天亮之前我要见到她。翠儿，她被赶出府好几个月了，让你去就去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是，奴婢这就去。苏小娘、萧景川，你们让我儿子不好过，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，咱们走着瞧。翠儿，好久不见。肚子这么大了，几个月了？回夫人6个多月了。翠儿，我也不跟你拐弯抹角，帮我演一出戏。事成之后，你就是侯府的人，以后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夫人让我演什么？很简单，你肚子里的孩子，对外就说是萧景川的。夫人，这怎么行？世子他根本就没碰过我。急什么？我又没让你说真话。你只管咬死了孩子是他的，其他的我来安排。可是万一被拆穿？拆穿？苏小蛮那个暴脾气，看见你大着肚子找上门，第一反应肯定是跟萧景川闹，哪还有心思细查？等你把孩子生了，生米煮成熟饭，他们想赖也赖不掉。你也不亏，事成了，你就是侯府的人，以后吃香的喝辣的；不成，你也没什么损失，我还会给你一笔银子，足够你过下半辈子。好，我答应。这才对嘛！来，我教你明天怎么说，怎么做。记住了，咬死了孩子是萧景川的，其他的一个字都别多说。是。苏小蛮、萧景川，这回看你们怎么接招。那个花盆搬到那边去，对，就是那儿。苏姑娘，有件事儿我不得不告诉你，你可千万别生气。又怎么了？这丫头叫翠儿，之前在景川身边伺候了3年，是她的通房丫鬟。如今她怀了景川的孩子，在外头无依无靠，实在可怜。按照侯府的规矩，世子应当纳她为妾，给孩子一个名分。我也是没办法，才来跟你说这事儿。姑娘千万别怪景川，男人嘛，年轻气盛，一时糊涂也是常。苏姑娘，求您成全，奴婢不要名分，只求给孩子一个活路，奴婢求您了。萧景川，你给我过来！怎么了？你认识他吗？
不认识。你怎么能不认呢？翠儿在你身边伺候了3年，你怎么可能不认识？我身边的丫鬟我都认识，没见过她。景川，男人做了事要认，可不能让人家姑娘一个人受苦啊！苏姑娘，你别生气，男人嘛，谁还没个糊涂的时候？你大度些，那就那了，又不是什么大事，最好当场翻脸，和离分家，看你们还怎么蹦跶。萧景川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认不认识他？萧景川，你是不是让这个丫鬟大了肚子？我不认识她，我真的不认识，我怎么可能让她大肚子？景川，你怎么能不认呢？翠儿在你身边伺候了3年，你说不认识，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？世子，您不能不要奴婢啊！奴婢肚子里的孩子可是您的，奴婢不求门分，只求给孩子一个活路。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你们为什么非要赖我？萧景川，人家姑娘肚子都大了，跪在这儿求你，你说没有就没有，谁信啊？我什么我？你倒是说清楚啊！这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？不是，绝对不是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不认识？人家伺候了你3年，你说不认识？萧景川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呢？苏姑娘，你别生气了，景川也是一时糊涂，你消消气儿，别跟他一般。别拦我！今天不说清楚，今天我们就和离。和离就和离，谁怕谁？唉，罢了罢了，你们先吵着，我带翠儿下去安置。她大着肚子，不能一直跪着。走啦，走了。啊，累死我了，吵得嗓子都哑了。你刚才那架势，我都差点以为你是真的在跟我挑。演戏嘛，不得演全套，不吵得像一点，柳氏能信？他肯定信了，走的时候嘴角都压不住。那就好，让他得意几天。小蛮，你真的信我？那个丫鬟我真的不认识，孩子也不是我的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别人不知道你，我还能不知道？你信我？废话，你要是那种人，我早就把你腿打断了，还能在这儿跟你好好说话？谢谢。谢什么谢？现在问题是柳氏和那个翠儿怎么对付？你有办法？这能行？怎么不行？他不是想演戏吗？那咱们就陪他演，等他露出马脚，一锅端。行，听你的。等时机到了，看谁笑到最后。苏姑娘，您怎么来了？别怕，我不是来找你算账的，坐下说话。翠儿，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老实回答我。你被赶出侯府是什么时候的事？回姑娘，大概7、8个月前。那会儿萧成林是不是经常往你那儿跑？别紧张，我不是来追究你的，我就是想弄清楚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。苏姑娘，奴婢不敢说。翠儿，你是哪里人？家里还有什么人吗？奴婢是京城郊外的，爹娘都没了，家里没人了。我也是孤女，从小没爹没娘，在山上长大的，所以你的苦我懂。一个人在外头无依无靠，被人欺负了也没处说理。柳氏为什么把你赶出府？因为奴婢做错了事。什么事？奴婢跟二公子有了私情。所以肚子里的孩子是萧承洛的。行了，别哭了，我知道了。苏姑娘，奴婢不是故意要诬陷世子的，是夫人逼奴婢的，奴婢没办法。我知道，你先按柳氏说的做，别让她起疑。等时机到了，我替你做主。姑娘，您不怪我？怪你干什么？你也是被人欺负的。放心，有我在，谁也别想再欺负你。别跪了，
你把这件事的原委细细与我说清楚，我才好帮你。奴婢在侯府当差的时候，二公子总来找奴婢说话，给奴婢带吃的送东西。奴婢那时候年纪小，不懂事，以为二公子是真心喜欢奴婢。后来就有了私情。二公子说等时机到了就跟侯爷说纳奴婢做妾，奴婢信了，一直等着。可没过多久，我打碎了府内的一个花瓶，夫人就把奴婢赶出府了。你出府之后去找过萧成良吗？找过，奴婢出府后才发现自己怀了身孕，去找二公子，可他连门都不开，让门房把奴婢轰走。奴婢没办法，只能随便找个人嫁了。后来柳氏又找上你了？前几日夫人派人找到奴婢，让奴婢演这出戏，说孩子是世子的，奴婢不肯，夫人就威胁奴婢，奴婢实在没办法，只能答应。行了，我都知道了，你放心，这事儿我替你做主。柳氏那边你先应付着，该怎么说还怎么说，等时机到了，我让你堂堂正正进侯府的门，给孩子一个名分。姑娘，您说的是真的？我苏小蛮说话一个唾沫一个钉，你就等着瞧吧。哎，别跪了，好好养着。记住，从现在起，你不是一个人在扛。柳氏啊柳氏，你想用翠儿来害我和萧景川，结果翠儿肚子里怀的居然是你宝贝儿子的种，这要是抖了出去，看你还怎么装贤良淑德。萧成良搞大丫鬟的肚子，柳氏把人赶出去，然后让人来栽赃萧景川，这一家子真是一个比一个会赢。可惜啊，这回中到我手里了。不行不行，明天还有硬仗要打，得睡觉。你昨晚没睡好？睡不着，太兴奋了。兴奋什么？废话，今天要看好戏，能睡得着吗？走吧，我们去给侯爷和夫人请安。你去拿着吧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别急，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哟，苏姑娘、景川，你们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来给侯爷和夫人请安啊。请安？人到了吗？苏姑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翠儿身子重，你把她叫来也不怕折腾她。不急，等侯爷来了再说。这是做什么？侯爷别急，今天把大家都请来，就是想把这桩事说清楚。苏姑娘，昨天的事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？翠儿怀了景川的孩子，该纳妾就纳妾，有什么好说的？夫人别急嘛，等我说完您再开口也不迟。翠儿，你把昨天跟我说的话，当着侯爷和夫人的面再说一遍。侯爷夫人，奴婢有罪，奴婢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世子的。翠儿，你胡说什么？夫人别急，让他说完。奴婢肚子里的孩子是二公子。你说什么？当初在侯府当差，二公子总来找奴婢，说喜欢奴婢，说以后会给奴婢名分。奴婢年纪小，不懂事，就有了私情。什么？夫人，您别急，让他把话说完。奴婢出府后才发现怀了身孕，去找二公子，可他连门都不让奴婢进，奴婢走投无路。前几日夫人又派人找到奴婢，让奴婢说孩子是二公子的。这夫人也太狠了，让自己儿子搞大丫鬟的肚子，还让人家来栽赃世子。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侯爷，您别听他胡说，这丫头是被苏小蛮收买了，故意来诬陷我和程良的。哼，夫人，那您说说，翠儿一个被赶出府的丫鬟，跟二公子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诬陷她？翠儿一个被赶出府的丫鬟，跟二公子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诬陷她？柳氏，他说的可是真的？侯爷，您别听他们胡说，是苏小蛮指使翠儿来诬陷程良的，这丫头早就被收买了。诬陷？行，那就让证人来说。大夫，您说说，翠儿的身孕几个月了？回姑娘，翠儿姑娘的身孕已有7个月，时间上与二公子在府中的时间吻合。奴婢也可以作证，翠儿被赶出府时，正是二公子常去找她的时候。柳氏，你骄子无方，欺上瞒下，丢尽了侯府的脸。侯爷，既然孩子是二公子的，那二公子就该负责，不如让二公子娶了翠儿，给孩子一个名分。
既然孩子是二公子的，那二公子就该负责，不如让二公子娶了翠儿，给孩子一个名分。夫人，求您成全，奴婢只想留在二公子身边，哪怕做个通房丫鬟也心甘情愿。孩子不能没有爹啊！滚开！你这个不知廉耻的贱婢！夫人，明明是您儿子管不住自己，出了事就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。您儿子搞大了丫鬟的肚子，您还让人来栽赃景川，现在真相大白了，您又骂人家不知廉耻。夫人，依我看，这姑娘都怀了二公子的孩子，不如就让二公子纳了她为妾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翠儿一个丫鬟，怎么配得上我儿子？夫人，依我看，这姑娘都怀了二公子的孩子，不如就让二公子纳了她为妾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翠儿一个丫鬟，怎么配得上我儿子？配不上？那您儿子在青楼都要娶2个妓女，翠儿一个清清白白的姑娘，您怎么不说配不上？那是两码事儿。侯爷，翠儿肚子里怀的可是萧家的骨肉，您要是不认，传出去人家怎么看侯府？说侯府仗势欺人，不认亲骨肉，这名声可不好听。侯爷，您别听他。够了，孩子是萧家的，不能流落在外。还是侯爷明事理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程良不能娶这个丫鬟，实在不行就把孩子打掉，一了百了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程良不能娶这个丫鬟，实在不行就把孩子打掉，一了百了。打掉？孩子是条命，您说打就打，这是草菅人命，传出去，侯爷的脸往哪儿搁？荒唐！萧家的骨肉怎么能说打就打？你这是什么话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夫人，您要是实在不想认，那也行，我就把这事儿写成话本，拿到茶楼去说书，让满京城的人都听听侯府的二公子是怎么搞大大换的肚子，侯府夫人是怎么把人赶出去栽赃给继子的，到时候看谁丢人。够了，这件事就这么定了，程良娶翠儿，给孩子一个名分，谁再敢多说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侯爷英明。够了，这件事就这么定了，程良娶翠儿，给孩子一个名分，谁再敢多说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侯爷英明，好，我认，让程琳纳她为妾。听见了吧？以后有我给你撑腰，不怕被人欺负。多谢姑娘，多谢姑娘。行了，这件事就这么定了，柳氏，你自己去处理。夫人，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下次想害人，记得先管好自己儿子。应该就在这附近。我托人打听了很久，找到了当年给你爹娘下葬的老人，他说你父亲姓苏，是个读书人。应该就在这附近。我托人打听了很久，找到了当年给你爹娘下葬的老人，他说你父亲姓苏，是个读书人，母亲出身普通人家，你出生后不久，他们就双双病故了，就葬在这里。我从小以为自己是被爹娘扔了的，没想到他们早就没了。别难过，至少找到了。就是这里。爹娘，女儿来看你们了。女儿不是被你们扔掉的，女儿有爹有娘。女儿在清玄宗长大，师父对女儿很好，女儿还找到了婚约，要嫁人了。这个人他虽然有点笨，嘴也笨，但对女儿很好。岳父岳母在上，小婿萧景川发誓，这辈子一定会好好照顾小蛮，不让她受半点委屈，请二老放心。谢谢你，景川。谢什么？这是我该做的。到了战场上，别逞能，别硬拼，打不过就跑，保命要紧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笑什么笑？我说认真的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活着回来。这是我娘留给我的唯一念想，你带着它，就当是我陪在你身边，别弄丢了。人在玉佩在。你一定要回来，你欠我的婚礼还没办呢。姑娘别难过了，咱们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呢。没错，我要在侯府好好等着景川回来。
姑娘，都3更了，您还不歇着？你先睡吧，我再坐会儿。姑娘，您都坐了一晚上了，到底在看什么呀？翠萍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什么奇怪？柳氏把咱们身边的人都调走了，就留一个耳陪的老嬷嬷。你当他真是为了开源节流？他就是克扣咱们，世子一走他就欺负您。不是克扣，他这是要放大招了。放大招？什么大招？他要把我身边的人都调走，才好给我扣个通奸的名号，让我被逐出侯府。通奸？他怎么能这么歹毒？所以我才让你晚上把房门关紧，从今天起门窗都要锁好，听见什么动静都不要出来。奴婢记住了。可是姑娘，您怎么办？我倒是要看看他派来的人有多大本事。奴婢记住了。可是姑娘，您怎么办？我倒是要看看他派来的人有多大本事。我猜的果然没错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抓贼啊！有刺客，快来人！出了什么事儿？这个贼翻墙进来想偷东西，被我逮住了。胆儿挺肥啊，侯府也敢闯？姑娘，您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就他这3脚猫的功夫，还不够我热身的。哪个不长眼的贼敢来侯府闹事，活腻了不成？怎么回事？侯爷，这人翻墙进我院子，被我抓住了。谁指使你来的？想干什么？你看我做什么？你最好实话实说，要是嘴硬，我就把你送官。大牢里的刑具可不是吃素的，牙棍、老铁、老虎凳，一样一样招呼上去，到时候你想说，怕是都没力气了。我说，是夫人花钱雇我来的。侯爷，我冤枉啊！夫人，我哪里得罪你了？你要这么害我？我一个弱女子孤零零在这侯府无依无靠，我不活了。姑娘，您别哭了，夫人她是一时糊涂。是啊，苏姑娘多可怜，世子一走就被人欺负。夫人这回确实过分了，雇贼来陷害人家姑娘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？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，侯府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从今天起，你闭门思过半个月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出院门一步。是，侯爷，罚就罚吧。我在侯爷心里的地位，不是这样事就能动摇的。苏小蛮，你给我等着！只要柳氏在府里1天，我就1天不得安宁。这还只是开始。姑娘，难道我们就要坐以待毙吗？哼，坐以待毙，那不是我苏小蛮的风格。姑娘，难道我们就要坐以待毙吗？哼，坐以待毙，那不是我苏小蛮的风格。世子妃真是好心肠。嬷嬷，天冷了，买碗热酒喝，暖暖身子。苏姑娘让我给你们带的，说是好茶，尝尝。这茶真香，苏姑娘也太客气了。苏姑娘这人心善，比那位强多了。姑娘，您这几个月银子花的也太快了。银子算什么？人心比银子值钱。夫人，奴婢听说府里的人都在夸苏姑娘，说她待人好，心善，比您比我怎么说比您强？好一个苏小娘，收买人心是吧？我倒要看看你还能翻出什么狼来。既然她这么喜欢收人，那我就给她送几个人过去。你去挑几个机灵的丫鬟小厮，送到苏小蛮院子里去，就说是我派去伺候她。夫人，您这是伺候她？哼，是去看着她。她的一举一动，我都要知道。苏姑娘，夫人派奴婢们来伺候您，你有什么吩咐尽管说。都留下吧。翠萍，带他们下去安顿。
姑娘，那些人太过分了！我亲眼看到柳氏送来的那个丫鬟偷了您房里的银镯子，小厮把库房里的布匹夹带出去卖，这是偷啊！我知道，您知道，那您怎么管？管什么？让他们闹！姑娘，再这么闹下去，库房都要被搬空了。就是要让他们闹，闹得越大越好，才好让全府上下看看侯府夫人教养出来的人是什么德行。姑娘是想等他们偷够了、卖够了，我再把账一笔一笔算清楚，到时候看柳氏怎么解释。奴婢明白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姑娘请说。你去查查府里的账本，奴婢这就去办。姑娘，奴婢趁着账房没人，把近几年的账目都抄录下来了。辛苦了，喝口水歇歇。姑娘，怎么样？你自己看，光是去年1年，柳氏就从宫中鸟走了2000多两银子。名目是修缮祠堂，可祠堂修了吗？没有，祠堂还是老样子，那银子去哪儿了？还有这个，采买年货1500两，节庆宴席800两，添置冬衣600两，年年如此，年年超标。银子都让他搬回娘家了。奴婢听说，他娘家兄弟最近又买了一座宅子，还纳了2房小妾。这只是冰山一角。他敢这么明目张胆，说明账房里有他的人，帮他做假账。证据都有了，咱们告诉侯爷去吧。现在告诉侯爷，顶多罚他一顿，伤不了筋骨。他在侯府这么多年，势力盘根错节，侯爷对他又有感情，光凭几笔烂账扳不倒他。姑娘，奴婢还查到了另外一件事。说。奴婢找到了当年给沈夫人看病的老大夫的徒弟，他师傅当年曾私下跟他提过，沈夫人的病不重，是有人在药里动了手脚。后来他师傅突然就带着全家搬走了，像是被人逼走的。收买大夫，给景川母亲看病的那个大夫。是，奴婢打听到，那个老大夫如今住在乡下，被柳氏的人盯着，不敢出门。看来沈夫人的死没那么简单。姑娘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要不要告诉侯爷？不急，现在证据还不够硬，光凭一个徒弟的证词，柳氏可以反咬一口说我们诬陷。那还要等什么？等证据齐全了，一次性端掉他，让他再也翻不了身。奴婢明白了。那老大夫那边，你继续盯着，找机会跟他搭上线。记住，千万不能打草惊蛇。是。姑娘，人带到了，这位就是当年给沈夫人看病的高大夫。高大夫不必多礼。姑娘想问什么，只管问。老朽这些年东躲西藏，夜夜噩梦直身，良心不安啊！当年沈夫人的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沈夫人那一年身子本就不好，产后一直体虚，老朽给她开了调养的方子，可是有人让老朽在药里换了东西。换了什么？原本是温补的药材，那人让老朽换成性烈的大补之物。谁让你换的？是柳姨娘，她说沈夫人病恹恹的，侯爷看着心烦。她一个人想不出这种阴损的招，背后还有人。姑娘，奴婢查到，当时柳姨娘身边有个姓赵的门客，专会出这种阴损主意。好一个柳氏，害死沈夫人，还让情夫拿着侯府的银子去捐官，最后又被侯爷提拔，这是把侯爷当傻子耍了10几年啊！高大夫，这段时间要维稳你了，到时候还要你出面作证。老朽愿意，老朽早就想赎罪了。景川，
苏姑娘好雅兴。夫人来的正好，我刚想起一桩旧事，正想找人说道说道。什么旧事？前2天收拾沈夫人的旧物，翻到一张药方，我瞧着不对劲，就去找了当年给她看病的高大夫。找他做什么？请教啊，老人家记性不好，但有些事记得倒清楚，比如谁换了药，谁出的主意，还有个姓赵的门客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没想说什么，就是觉得挺有意思的。对了，听说那个姓赵的门称，如今已经是朝廷大员了。世道真是奇妙，您慢慢逛，我先回了。姑娘，您刚才那话……点到为止，让他自己琢磨去。心急的鱼才会上钩。连夜送出府，亲手交给赵大人，记住，不能让任何人看见。是，夫人。不能让苏虾蛮活着，他必须闭嘴。姑娘，截到了，柳氏写给赵大人的信。苏小蛮已查到当年之事，请赵兄速派人灭口，迟则生变。姑娘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上钩了。姑娘不把信扣下？不，原样送出去。我要看看他和那个赵大人下一步怎么走。姑娘是想引蛇出洞。等的就是你，绑了！侯爷，这位高大夫是我请来给自己看病的，可怎么总有人3番2次想害我？谁指使的？说实话，不然大牢里的刑具可不好受。是赵大人派我来的，是赵明大人派我保护柳夫人的。赵明，你侯爷，我冤枉啊！这是苏小蛮陷害我。赵明，你侯爷，我冤枉啊！这是苏小蛮陷害我。冤枉？那侯爷看看这些。你还有高大夫的证词和杀手的供证都可以作证。侯爷，这还没完呢。柳氏的儿子萧成良貌似也不是您的，您这头上可真是戴了好大一顶帽子啊。萧成良到底是不是我的儿子？侯爷，成良千真万确是您的骨肉啊！是不是滴血验亲就知道了？不行，不能验！把萧成良带过来。是。啊，爹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说，萧成良的生父到底是谁？是赵明。当
当年我嫁进侯府时就已经怀了他的孩子啊！不可能，我怎么可能不是爹的儿子？娘，你骗我！程良，娘对不起你，别碰我！你这个毒妇，害死了念青，还让我替别人养了10几年的野种。侯爷，我鬼迷心窍，求您饶我一命。从今以后，你再不是我萧家的人。从今以后，你再不是我萧家的人。侯爷说了，从今以后不准再踏进侯府一步。天哪，我伺候了侯爷这么多年，落得这个下场啊！苏小蛮，都是你害的，我跟你没完！这不是侯府夫人吗？怎么被赶出来了？听说是红杏出墙，儿子都不是侯爷亲生的。都是苏小蛮那个贱人，要不是他，我们还是侯府的主子，哪用得着住这种破地方？不光是他，还有萧景轩，他们两口子合起伙来害咱们。都是苏小蛮那个贱人，要不是他，我们还是侯府的主子，哪用得着住这种破地方？不光是他，还有萧景轩，他们两口子合起伙来害咱们。娘，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我要杀了他！硬闯侯府不行，得把他引出来。这主意好，还不是最关心萧景川吗？就用萧景川的消息引他上钩。姑娘，谁写的信？说了什么？信上说有景川的消息，让我单独去城外破庙见面。姑娘，不能去，这肯定是柳氏的陷阱，你要是去了就回不来了。去，当然要去，不过不是一个人去。姑娘的意思是让阿福带上几个身手好的护眠，提前埋伏在破庙周围。我倒要看看他们还能玩出什么花样。奴婢这就去安排。苏小蛮，你还真敢来！就凭你们母子俩，也想杀我？苏小蛮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你害得我家破人亡，我要你偿命！去死吧！景川，敢动我的人，我活腻了。绑了，押送官府。边疆战事一结束，我就递了捷报，日夜兼程往回赶。你不是说还要半个月吗？我怕来不及，我想看到你。走，我们回家。回家。活该，害人精！侯爷养了10几年的野种，真不要脸。这块玉佩，以后还是你带着。算你有良心。以后再也不分开了。再也不分开了。